你见过亲生儿子用刀将父亲捅死的吗？那现场惨不忍睹，真让人心酸呀。但是全村人都说儿子杀父亲是一件特别对的事情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看古村古鉴，品百味乡村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子，今天带大家探访一处偏僻的小村落。在我的身后是一座200多年前的财主大院，曾经这条街是一片繁华，众多的富有的地主财主都在这里安居乐业。我身后的这座青砖挂面的财主大院是由一位财主修建，但是他的命运却颇为波折，曾经享尽了荣华富贵，最终却落得亲生儿子将父亲用刀捅死的地步，亲手将100年的基业付之一炬。村民们看到这样的结局，竟然拍手叫绝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村民如此恨这位财主呢？为何富甲一方的家族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？这个大院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关注燕子，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曾经辉煌的大院，去探寻它背后的历史沧桑。眼前这座财主大院承载着清代的风华，历经了200多年的沧桑岁月，现在已经是风雨飘摇了。当初这座大院规模宏大，然而岁月无情，最终也没有逃过落寞的命运，如今已经易主他人了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为何如此辉煌的大院会走向衰败呢？老财主育有1个儿子2个女儿，是10里8乡的出了名的大财主。他和儿子共同经营着一家酿醋坊，他家的醋呢销往河北、内蒙、陕西一带。女儿也是大家闺秀，人人羡慕。这么好的家庭是如何走上卖儿卖女，最后让儿子用刀捅死这样的道路呢？点个赞，咱们先看一下大院，边走边说。走进来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左右两边呢，曾经都有一些这个砖雕，但是现在呢，也已经被毁坏了。进来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呢，它也是有不同样子的这个砖，建成的，估计它也是后期又有过这些修缮。咱们再往里走，咱们可以看到眼前这座房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，已经显得破败不堪了。看那个格子窗户，每一个都是由精致的花格榫卯结构制作而成的，即便历经了这么多年的风雨，依然保存的完好，实属难得呀。虽然房子显得有些破旧，但通过这些细节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清朝时期工匠们精湛的制作工艺。不过由于房子内部已经坍塌了，不太安全了，所以咱们就不要贸然进去了，站在这里欣赏一下它的古老的美也是很不错的。老财主一家的改变都源于日寇入侵后，有一次汉奸找到了老财主，说皇军让他供应醋，一想到能赚钱，他就特别的高兴，在一次饭局中迷上了抽大烟带来的刺激，慢慢的越陷越深，不仅将酿醋换来的钱都给败光了，而且呢，为了继续能抽大烟得到更多的钱，他就把自己的2个女儿都卖给了日本人。他的儿子恨透了日本人，也放弃了自家的酿醋坊，离开了村子，不知去向。2年以后，老财主连自己住的房子也给卖掉了，2个女儿由于接受不了日寇的践踏，也相继自杀了。这个老财主为了继续能抽大烟，就变成了汉奸，帮助日寇出卖自己的同胞。他的儿子当年离开村庄是去参军了，2年之间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。这一次的任务是让他炸掉村子附近的日寇窝点，当他们悄悄接近窝点时，被他的父亲发现了，就给告密给日本人了，导致任务失败，还牺牲了几名八路军。他的儿子得知自己的父亲当了汉奸，特别的生气，拿着一把刀连夜就冲到父亲的住所，把他给砍死了。这一行为算是为民除害了。附近的村民得知消息之后特别的高兴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让曾经辉煌一时的酿醋坊彻底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。这座老宅院记录了他由盛到衰，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感慨。大家对于老财主一家以及他的一生有什么评价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看到老财主的一生也觉得挺心酸呀，进他的房子里看一看吧。大家看旁边的那个房子呢，已经坍塌了，咱们也进不去了，但是里边呢也能看到一些缸。而在这个房子，这个门没有了，咱们还是能进得去的。我带大家进来看一看。大家看这个房子房顶基本上要塌下来了，然后这个墙也已经能看到对面了，已经窟窿窟窿的了。然后在这边呢还摆着一些这个缸，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些缸里边是不是当年财主酿醋用的呀？看这个缸里边会不会还有醋呢？
应该是没有了，早就蒸发了啊。再说都已经易主了，跟大家开个玩笑。这边的房子啊，这个里边都是盗洞啊，哎，我也不太敢进去啊。来，镜头给大家看一眼吧，这个万一这塌了咋办了？来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地上都是盗洞，然后这个房顶上边呢，也是一些这个木条条，也都快要坍塌了。这正中心也不知道为啥又放了一个瓮啊。然后大家看这个炕上边也是已经不成样子了，唯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格格窗户还比较古老啊。这个房子确实是要坍塌了，还是赶紧出来吧，走吧。在刚才房子的对面，这个房子呢也已经坍塌了，房顶都不在了，但是咱们还能看得到这座财主大院历经了风雨，依然是屹立在村中，如同一座见证历史的一个印记。关于老财主的故事，在村民口中也是代代相传，但是由于岁月流逝和主人的更迭，真实性呢，咱们已经无法去考证了。然而这些故事却传递着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人生在世，我们不仅要为自己而活，更要为下一代负责。毕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应该脚踏实地走正道，才能确保家族的百年兴盛和美名远扬呀。山西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，无数文化和古建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在晋北农村，我们依然能够窥探见清朝时期的古建筑的身影，尽管它们已经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，主体建构早就已经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坍塌了。然而正是这些残垣断壁，让我们得到了当年的一些工匠们技艺非凡的验证，历经100年的风雨，依然能够流传至今，实在是让人惊叹和震惊。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更是文化的传承，让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魅力。关注燕子，点赞评论，转发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